凌晨2点，城市的霓虹依然闪烁。朋友圈里又一条奋斗打卡的动态映入眼帘，今天也是为梦想努力的一天。2024年，和困难比谁更倔强。配图是一张深夜办公室的照片，电脑屏幕的蓝光照亮了疲惫的面容。这样的画面早已司空见惯。每个夜晚，无数人在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，用一杯杯咖啡支撑着疲惫的身躯。他们在朋友圈里晒出奋斗的痕迹，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活得有价值，仿佛不这样就会被这个时代抛弃。然而，在这些看似热血的正能量背后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虑与不安。我们都在努力奔跑，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我们都在拼命向上爬，却发现前方永远有更高的山峰。这种焦虑如同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我们牢牢困住。每个人似乎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，考最好的学校，进最好的公司，买最好的房子，给孩子最好的教育。这些最好的标准往往不是源于内心的渴望，而是来自外界的期待和定义。我们的人生什么时候开始被他人定义了？这种被定义的人生困境正在吞噬着我们的快乐和自由。我们活得越来越累，却越来越找不到生活的意义。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？那些所谓的成功标准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内卷陷阱。在当今社会，学历仿佛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金标准。从幼儿园到高中，从大学到研究生，教育背后的竞争从未停歇。家长们争相把孩子送入重点幼儿园，为的是将来能上好小学。好小学毕业后，又开始为重点初中焦虑，上了重点初中，高中的压力又接踵而来。这种连续不断的竞争，让教育失去了其本应承担的育人使命，而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。职场中的内卷现象更是令人窒息。当本科学历已经不再稀缺，硕士成为敲门砖，博士则成了某些岗位的基本要求。然而，高学历带来的并不是相应的待遇提升和职业发展，反而让很多人面临着过度教育的尴尬境地。学历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学历至上的价值观正在扭曲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。人们不再关注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和创造力，而是过分看重其学历背景。这导致许多年轻人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更高的学历，而忽视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和个人兴趣的发展。在职场中，加班文化的盛行更是将内卷推向了极致，996工作制成为了很多企业的潜规则，有些公司甚至以此为荣。员工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和健康来换取所谓的竞争优势。然而，当所有人都在加班，这种优势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，剩下的只是一场恶性循环。这种内卷不仅存在于工作中，更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孩子的教育支出不断攀升，课外培训班和兴趣班占据了童年的全部时光。年轻人为了买房而背负巨额债务，中年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而不断加班。这种生活方式正在透支着整个社会的未来。社交媒体的普及更是加剧了这种攀比心理。朋友圈里晒出的都是精心修饰过的生活片段，让人产生错误的比较心理。人们习惯于用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却忘记了每个人的起点和条件都是不同的。这种片面的比较只会带来无尽的焦虑和不安。内卷的本质是一种无效的竞争。在有限的资源下，人们不断提高投入，却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。这就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跑步机，每个人都在拼命奔跑，却始终在原地踏步。这种竞争不仅消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正在侵蚀着社会的创新力和活力。要走出内卷的怪圈，关键是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。我们需要明白，
人生的价值不能仅仅用学历和职位来衡量。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，而不是被社会的标准所绑架。真正的竞争应该是与自己的比较，是对个人价值的不断提升和实现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，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？是更高的学历，还是真实的能力？是更多的加班，还是更有效率的工作？是无休止的攀比，还是内心的平静？只有当我们能够跳出这种非理性的竞争，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。痛苦的来源，每个时代都承载着独特的焦虑。然而在今天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的时代，我们的焦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重。这种痛苦并非源于物质的匮乏，而是来自心灵的迷失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观被严重绑架的时代，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隘，而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单一的评判标准。从小到大，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这句话就如影随形。在幼儿园，别人家的孩子已经能背唐诗；到了小学，别人家的孩子拿遍了各类比赛奖项；进入初中，别人家的孩子已经规划好了未来；高中时期，别人家的孩子已经锁定了名校目标。这些永无止境的比较，不断地提醒着我们，你还不够好，你需要更加努力。这种持续的比较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更让为人父母者活在永远的自我怀疑中。这种比较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在大学期间，比较的内容从学习成绩转向了实习经历、社团职务和各类证书；步入职场后，比较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工作单位、职位头衔和收入水平；等到成家立业，比较的对象则变成了房子大小、车子品牌，甚至延伸到下一代的教育投资。从众心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当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在报考公务员，我们会担心自己是否错过了稳定工作的机会；当发现身边的朋友纷纷准备买房，我们会焦虑自己是否应该立即跟进；当同龄人都开始创业，我们又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放弃现有的工作。这种从众心理让我们在追逐他人脚步的过程中，逐渐迷失了自我的方向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慢慢失去了对自我的认知。我们习惯了用他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，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适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我的天赋和兴趣在哪里？在人生的重要选择面前，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迎合外界的期待，而忽视了内心的声音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种自我认知的缺失，导致我们在追逐所谓成功的过程中越走越远，越走越累。有些人在大公司获得了令人艳羡的高薪，却发现自己对工作毫无热情；有些人在父母的期待下考上了名校，却发现所学专业与自己的兴趣完全不符；有些人在社会压力下早早成家立业，却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些责任。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过于重视外界的评价标准，而忽视了内心的真实需求。我们被教导要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倾听内心的声音。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胜出，却忘记了如何让自己真正快乐。要走出这种痛苦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。扭曲的成功观。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，人生赢家的标准已经被高度模式化。一个光鲜亮丽的学历背景，一份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，一套位于市中心的豪华住宅，一辆昂贵的进口轿车，再加上一个完美和谐的家庭。这种标准化的成功定义，就像一个精心制作的模具，
试图将每个独特的个体都压制成相同的形状。然而，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拥有不同的天赋、兴趣和人生追求。这种单一的成功标准甚至开始渗透到教育领域。从幼儿园开始，孩子们就被灌输了一套固定的成功路径，要上重点小学、重点中学、重点大学，然后是知名企业或者体制内的工作。教育不再是发现和培养个人兴趣的过程，而变成了一场为达到既定标准而进行的训练。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主导下，成功的定义变得越发狭隘。很多人为了追求更高的薪资，放弃了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。有人明明对艺术创作充满热情，却不得不在金融行业打拼；有人本想成为一名教师，却因为收入的考虑选择了地产销售。我们总是在问这份工作能赚多少钱，却很少问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多少快乐。更令人忧心的是，这种对财富的追逐正在侵蚀我们的家庭关系。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有的父母整月见不到孩子一面，有的夫妻因为各自的事业而聚少离多。我们用金钱来衡量一切，却忽视了那些用金钱无法衡量的珍贵东西。阶层跃迁的执念更是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心理负担，出身寒门也要立志高远这样的鸡汤文化，让很多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改变命运。然而，在社会流动性日益减弱的今天，这种期望反而成为了沉重的心理包袱。我们过分关注向上流动的可能，却忽视了在当下位置创造价值的机会。很多人因为无法实现阶层跃迁而陷入自我否定，殊不知每个位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对幸福的错误理解，更是这个时代的集体迷思。我们总以为拥有更多的物质就能获得更多的快乐，拥有更高的地位就能得到更多的满足。然而，当我们真正获得这些外在的东西时，却常常发现内心依然空虚。真正的幸福，也许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，一顿温馨的家庭晚餐，一次愉快的朋友聚会，一个宁静的下午，或是做自己热爱事情时的专注时刻。要走出这种扭曲的成功观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。成功不应该是一个标准化的模板，而应该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。当我们能够摆脱外界的定义，真正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时，也许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。这需要我们有勇气打破常规，有智慧辨别真伪，有定力坚持自我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走出他人定义的成功误区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走出内卷的智慧。要想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找到出路，首先需要的就是清醒的认知。认识自己或许是最难的功课，但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。盲目追求别人的成功路径，只会让自己陷入无谓的消耗中。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，并不是要设限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优势。就像一棵树，不是所有的枝干都要长得一样高，而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生长的方向。有人适合在大企业打拼，有人更适合自主创业，有人擅长技术研发，有人长于市场营销。了解并接纳这些差异，才能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找准个人发展定位是走出内卷的关键。这需要我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，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与其盲目追随热点，不如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方向。选择什么样的赛道，决定了你将面对什么样的竞争对手，也决定了你需要投入的资源和精力。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，是在内卷时代立足的根本。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技能叠加，而是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主张。它可能是专业能力和个人特质的结合，可能是跨界思维带来的创新视角，也可能是深耕某个细分领域形成的专属见解。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于无法轻易复制的独特性。
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，我们需要更加智慧。不是所有的机会都值得追求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带来回报。学会说不，懂得取舍，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需要我们有明确的优先级，有清晰的判断标准。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清醒，更需要强大的定力。当周围的人都在盲目追逐时，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要问自己，这样的付出是否值得？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？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接收海量的信息。朋友圈里的炫耀，短视频中的人生赢家，各类自媒体的成功学理论，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内心。社交媒体展现的往往是经过精心包装的片段，却容易让人陷入比较和焦虑的漩涡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倾听内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要想听清内心的声音，我们需要主动创造独处的空间。也许是清晨的一杯咖啡时光，也许是深夜的片刻宁静，又或者是周末的一次独行。在这些属于自己的时刻，放下手机，暂时切断与外界的连接，让心灵回归平静。只有在寂静中，我们才能真正开始与自己对话。寻找生活的意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。有些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，在解决问题、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存在的意义。有人在照顾家人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温度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了希望。还有人通过艺术创作抒发内心，在笔触间、音符里找到了自我表达的出口。也有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收获了满足，在付出中体会到了生命的价值。然而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，很多人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欲望追逐中。智能手机刚更新，又在期待下一代的新功能；家里的家具才换没多久，又开始羡慕朋友家的新款。消费主义不断创造新的需求，让我们总是处于不够好的状态中。这种无休止的追求，不仅消耗着我们的财富，更消耗着我们的心灵。要从这种欲望的泥潭中解脱出来，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需求。这些追求真的是源于内心的渴望，还是来自外界的诱导？那些已经拥有的东西，我们是否真的好好珍惜和利用了？当我们能够在适度的欲望中找到满足，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。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获得内心平静的基础，这包括规律的作息、均衡的饮食、适度的运动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的心理状态。学会自我接纳，不苛求完美，培养同理心，建立良性的人际关系，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，在成长中获得快乐。真实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，我们会有失败和挫折，会有迷茫和困惑，会有不如意和遗憾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才构成了生活的本真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美好，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意义，在真实的情感中体会温暖，这才是生活的真谛。当我们不再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，不再执着于虚幻的完美标准，就能够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外在束缚的消失，而是内心的一种状态。当我们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，接纳生活的种种可能性，我们就能找到通向内心自由的道路。重塑价值坐标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我们的思维模式往往被刻板的观念所束缚。本科毕业就要读研，30岁前要结婚生子，35岁是职场分水岭，这些固有的思维定式就像一个个无形的牢笼，限制着我们的选择。打破这些思维模式，需要我们有勇气质疑现有的准则，敢于探索不同的可能性。每个人都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，这个体系不是建立在他人的期待之上，
而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。也许对某些人来说，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比高收入更重要；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工作的成就感比职位的晋升更有意义。当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时，很多原本看似重要的事情，可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节奏，是摆脱内卷的关键。生活不是一场短跑比赛，而是一次漫长的马拉松。有些人喜欢快节奏的生活，有些人则更适合慢节奏的步调。重要的是要找到让自己感到舒适和自在的节奏，而不是被外界的标准所裹挟。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定义。成功不是标准化的产品，而是个性化的追求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是成功；对有些人来说，能够照顾好家人就是成功；对有些人来说，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就是成功。让我们的成功定义回归本真，回归到真实的自我需求上来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焦虑的时代，我们似乎都迷失在追逐的道路上。但当我们停下脚步，静心思考时，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幸福不在远方，而在于当下；成功不在他人的评价中，而在于自己的感受。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太多的选择，但也带来了太多的困惑。我们需要明白，人生不是一场标准化的考试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。摆脱内卷的困境，关键在于找回对生活的主导权，找回对自我的认知。在实践层面，我们可以首先给自己一个静心思考的空间，远离社交媒体的喧嚣，认真倾听内心的声音。其次，列出真正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随波逐流地追逐所谓的人生必需品。再者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找到能让自己真正快乐的事情。最后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让身心都处于良好的状态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摆脱所有的束缚，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。它来源于对自我的了解，来源于对生活的思考，来源于对价值的重新定义。当我们能够摆脱外界标准的束缚，真正按照内心的指引去生活时，我们就找到了通向自由的道路。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，什么是值得追求的。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成就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；不在于别人的认可，而在于自我的实现。只有回归本真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。在这个内卷的时代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的人生不再被他人定义，而是由自己书写；不再被焦虑驱动，而是被梦想指引。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，这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方向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